用舊包去換出來的一個新錢包，要 Elo 正常價格的7折。被 COS 店員問的新中式，完全不像羽絨服，但絕對是我最近最愛穿的一件外套了。Hello， 大家歡迎回來我的頻道，我是 Aileen。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來做一個年末購物分享的一個開箱了，有蠻多不一樣風格的單品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那在視頻開始之前，不要忘記右下角 CC 打開字幕選項，以及我今天視頻裡面提到的所有單品信息上升的尺碼鏈接，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那我們就快速開始吧。那首先第一件呢，就是我最近新入手的一個品牌，也是第一次嘗試他們家的東西，就是這個來自英國的 Adanola。它整體的風格呢，就很多人會把它拿來跟 Elo 做對比。我個人是覺得它肯定是比 Elo 性價比较高的，整體就算沒打折之前的定價都是 Elo 的一個7折左右。像這一件摇粒絨的話，就屬於是穿着很舒服的一款。它這個翻起來的感覺是会更像我们穿的這種羊羔毛的皮毛一體的一個感覺，裡邊是這種光面的，看上去真的非常的軟，非常的彈。它的整個版型，我覺得做的算是這種搖粒絨的外套裡邊比較時髦的了，單穿的廓形會比較的好看。拉鏈呢是雙向可開的，衣服的側邊有2個大插兜，袖口這個地方啊做的是一個彈力繩，穿脫會比較的方便。圍脖這一塊它是給你做了雙面搖粒絨的，穿上去呢抗風效果不錯，但是呢是會往底下鑽風的，因為它的下擺是屬於比較闊的，溫度稍微暖和一點了之後呢，穿這件是屬於剛剛好。那如果你是在加州的話呢，應該就是早晚溫差大的朋友，就是穿這一件就會非常的暖和舒適。這也算是我最近新嘗試的一個牌子吧。一開始呢，它其實是很多 IG 上面的博主有穿，再到後來有被 Kendall 穿過之後，大家可能對它的印象就會更深一步了吧。質量啊，我覺得是比 Elo 好不少的。如果感興趣關於就是這一種比較偏運動類的品牌的一個合集，包括他們的風格講解對應的話呢，就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可以把 Elo 啊、Adanola、Lori 啊、Lululemon 這一類的單品全部都放到這個合集來講。第二個呢，就是這一個包了。這個包的話，它的容量真的非常的巨大，屬於是出差或者是經常出门的辦公通勤的人很友好的一款包包。那像之前呢，我在機场就是 check in 完了之後，一般的配置就是会有一個登機箱，再加一個大包。這個大包裡面要能裝我的電腦呀，然後隨身的小的化妝包呀、耳機呀、各種充電的東西。可能如果有要錄 vlog，我會帶那個大疆的相機，就都要通通能夠裝得進去。我之前一直搭配的用法呢，就是用 Goya 的這個 tote， 雖然是夠大，能夠裝東西，但裡邊根本就沒有分層，沒有分層的後果就每次找一個東西要撈半天才能撈到。這一款包包我就入手回來試試看了，發現它真的設計是比較合理的。首先就是一個它的整個包分隔特別的多，所有小東西它都能夠有一個專屬的位置，能夠卡住，能夠放得進去。它整個包是分成了2個主要的模塊區域。後邊這一塊呢，你就可以裝一些比較方正的東西。前面呢，你其實是可以像我這樣直接放筆記本電腦進去的。而且像之前的話呢，如果我是扔在大的 tote 裡面，我還會擔心我的電腦表面会不會刮花呀？因為可能跟很多東西全部都揉到一起。但它像這樣有一個單獨的隔層呢，你就連電腦包都省掉了，你就直接把這個電腦放進去，它裡面的內裡也是這種非常柔軟的絨面，所以就完全不用擔心電腦被刮花這一系列的問題。這個呢就屬於是通勤出門超級實用的包包。第一眼吸引我的呢，就是它的整個的線條感，它不是有那種很明顯的一個 logo， 但是呢一上身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質感，整個包身是這種非常流暢的波浪線的一個設計。外面的這層皮呢，用到的是意大利的进口牛皮，手感非常的細膩，但是呢，完全不用擔心說日常打理啊，它一點也不嬌氣。除了這一格可以獨立放電腦之外的隔層呢，它還有另外一層嘛，有一個帶拉鏈的一個內袋啊，然后包括有2邊的一個側插兜，就是你的東西呢都能夠非常整整齊齊的，要找什麼呢，就把那個拉鏈一拉，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楚，能夠快速的拿取東西。
那像這種就是全牛皮的一個材質，再加上隔层又這麼多，還有5金件，那這個包的重量，我覺得算是在同類型裡面，我整體拎上來感觉自重最輕的一個包了。那它最側面呢，還有一個就是這种可以快速拿取東西的，比如說像手機啊，又或者是你的護照登机牌啊什麼，就是隨便往這裡頭一插，要拿的時候就特別的方便。而且我很喜歡它的一個設計，就是它在整個包的側面這塊呢，是有給到專門可以讓你套住你拉桿箱的一個位置的。這樣的話呢，你在機場移动的时候就特別的方便。除此之外呢，這一個包它還給你配到了肩帶，都是做了這種加厚加寬的設計。除了可以单肩斜挎手拎之外呢，還可以再拿上它給的這條肩帶，把整個包变成一個雙肩的款式，就又可以解放雙手了。這個包真的容量非常的大。那他們現在呢是有一個情人節的折扣活動吧，應該會有一個88折的優惠。我會把什麼折扣信息啊、折扣碼都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那除了那個大包之外，我最近入手了一個錢包，就是這個 Chanel 他們家的一個經典的3折錢包。這個其實是我拿我自己的一些比較不用的包去做的一個置換，屬於全新的帶盒子、带發票的一款2手錢包。專櫃呢可能是要1000出頭吧，然後我大概是800多拿下的。前段時間不是搬家嘛，整理出來了很多就是已经很久沒有背過的包，與其讓它在我的衣櫃裡面落灰，我覺得倒不如就是把它轉手出去，能夠給它找一個合適的人家。那當時呢，我正好也想要入手一款這種長錢包，可以把現金放進去，装比較多張卡的。现在有些地方還是需要用現金的一些場合，所以我就想說還是要備着一些會比較的方便。後邊這個地方呢是有一個可以放硬幣的帶拉鏈的小格子，就不用擔心說像之前那樣我一打開硬幣就哐啷哐啷往外掉。前面這邊是總共有6個卡槽可以放位置，但是我不止放了6張，有一些是疊起來放。大的位置是可以讓你放現金的，這樣的話呢也會比較的方便出門，而且它其實折起來就差不多1个巴掌大吧。那聊到購物分享，怎麼能沒有衣服呢？首先呢，第一件就是我最近超愛的這一個白色的羽絨服。它真的是一件做得非常不像羽絨服的羽絨服，外面呢是這種白色的斜紋牛仔棉，裡面填充的呢是90%的一個白鴨絨。最特別的點是它在領子這一塊呢做了2條非常蓬鬆的狐狸毛，當一個皮草一樣的形式，就放在你的中間。那像前2天紐約下大雪，我就是穿着它出門，我覺得這個保暖抗風程度是真的很夠了。下邊呢有一個抽繩，2側的口袋呢是這種斜的大插兜，整個的這個狐狸毛的領子，即便是你把拉鏈拉起來之後，它還會有一個很蓬鬆的毛領在你的肩膀、脖子這一塊。然後如果你再把它再立起來一點點的話，就這個白色的毛毛呀，就是能夠把你整個人都包裹住，非常的好看。像這一件白色的羽絨服的話呢，我覺得它是配什麼都能夠成立的。不管是像前幾天這樣我出門穿去配一套灰色的，再加上一雙靴子，走一個比較酷帥的搭配辦法，又或者是呢把它去跟這種針織類的深藍色的這種一整套單品進行穿搭，都會很好看。那搭配這一件羽絨服呢，裡面穿到的這一套淺杏色的羊絨套裝呢，其實是我最近發現的一個品牌叫 Naked Cashmere， 他們家找到了一套純羊絨的一個套裝，它其實呢是2件分開來賣的。像之前的話呢，我有一套純羊絨的套裝是 Lisa 羊的，已經穿了好幾年了。那 Lisa 羊呢已經不是很好買，而且它其實單價還蠻高的。我想說能不能找到一個差不多類似的一個牌子。Naked Cashmere 呢就是我最近發現的，他們家整體走的就是這種極簡風格感。我這次選的這一套呢就是這種淺駝色的。褲子的話呢是325克的一個100%的山羊絨做成的一條，整體的垂墜感、親膚度，包括它褲子上你可以隱隱約約看見它飄出來這種比較立體的一個毛毛感，我覺得都是做得很好的。整個鬆緊腰給的夠寬夠長，可以直接拉到最上面，就會很暖和。褲子呢，我可以再選更小一號，就會更貼身更好穿。我現在上身的碼數呢是 S， 腰圍這塊還是有點鬆，但 XS 的話就會剛好，褲長還會再更短一點點。那像上面這一件羊絨的衛衣，我覺得這是所有人都可以穿的。它整體的版型做的是比較中規中矩的一個版本，但是因為它面料夠好夠垂，所以穿上去呢有一種不費力的一個高級感。
下擺跟袖口這邊呢，沒有做到收邊，都是任意讓它往上捲曲的。整個帽子呢是比較輕盈的，不會說整個帽子重量壓得很後面，會有往下墜的一個效果。那我覺得像這種配一套穿，不管你是選這種淺驼色，又或者是它網站上有很多其他不一樣的顏色，也有這種灰色的，外邊再去套任何的大衣或者羽絨服、皮草，都会非常的好看。那馬上呢就是要過春節了，接下來這幾套不是說這種一次性的過完節之後就沒法穿出門的款式。首先就是這一套有一點偏新中式的套裝吧，像這一套，比如說那一天我就穿着它去逛 COS， 就會有店員過來跟我說，哎呀，你的衣服好好看，好特別啊，就會讓別人一眼就能夠看到你，很亮眼的一個套装。那像這一套的話呢，我覺得也非常適合過年的时候穿。现在2026年了嘛，也不是說非得过春節我就得穿着一身的紅。像这样一個比較有中式復古感的一個套裝呢，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它比較吸引我的點是它的一個配色，裡面拼的是這種淡紫色，有點香芋色的感覺，非常的溫柔好看。當然你也可以只買上衣，下裝的話再去給它配上，不管是白色的褲子啊，或者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這種比較簡單設計的這種牛仔褲，它都是會很好看的一套選擇。整體用到的面料是這種70支的比較高支數的一個綿羊毛的雙面呢，上身呢就屬於是非常柔軟，但是又不會說完全沒有形狀，可以看到側面的這一整個弧度還是蠻好看，而且整體做的偏短款嘛，所以對於小個子來講，搭配下裝就會更游刃有餘。它整個的扣子這邊做到的是一種中式盤扣，但是呢，它把那個結的部分替換成了一個這種淡紫色的珠珠，而且像這個袖子它做的是比較長的款式，我覺得是很適合翻出來，露出這一點點這種香芋紫的一個顏色在外面，正好可以跟身上的這個盤扣的珠子去做一個顏色上面的呼應。除了綿羊毛之外呢，它還去增加到了桑蚕絲，讓這整件衣服看起來呢光澤感包括細膩的這種紋路感更好，是屬於我覺得在新中式的款式裡面最不挑人的一些個設計了。馬年嘛，怎麼能沒有關於小馬的一些個元素呢？但是我又希望它在日常穿的時候不會顯得太過分，所以這一次呢，我在 Self Hood 裡面就選到了這一件，也是屬于我一眼相中的款式。它當然也有紅色的版本，但是我覺得灰色呢是會更適合日常穿，而且完全不會看膩。其實我在拿到手之前，我還有一點擔心，因為我看到它整個的圖片上顯示的是這種比較毛毛圈圈的一個感覺，我就在想啊，這樣的毛衣會不會穿上身會扎？但是完全不會，貼膚穿在身上屬於是很軟糯、很舒服，而且它織的又比較的密，有一定的彈性，垂墜感又足夠。下擺的地方呢，比起很多的毛衣有做一個針織收邊嘛，但是這一件的話它就直接垂下來，所以對於整個臀胯比較胖的姐妹來講，這一件就屬於是非常好穿了。深花灰色的一個底色，再去配上了非常有藝術感的一個棕色、白色的兩隻小馬，它既有這個馬的一個形象圖案在，但是又不會說特別的誇張。那像這樣一件呢，你去配上一種這種深灰色的羊毛半裙，就屬於是隨便穿穿都會很好看的一個類別。這件羊毛半裙的話呢，也非常的厚實，而且它裡邊呢是有做到了一個比較窄的一個內襯。那它的垂墜感，包括下面的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個的立體感是足夠的。長度來講呢，對於我就是剛好到小腿中間的一個位置，它整個的裙子的大身是有70%的一個含羊毛量，可以一路穿到春天的一個款式。像現在這樣裡邊去穿一個加絨的褲襪，即便是零下的溫度都能夠 hold 得住。最近的這個溫度，直接這樣單穿出去肯定是會冷死的。我覺得最好最優解的辦法呢，就是去配上這一種長款的大衣。其實長款大衣整個的一個體感是會更暖和的，因為它會從上往下全部都把你包裹住。它是屬於偏正肩的，肩膀這邊做了一點點小墊肩。比起前2年，包括我衣櫃裡邊有的大衣，基本上都是落肩的款式啊，這個正肩款就顯得很新鮮了。对於如果你整個的肩膀比例不是很好，或者是你有一點點虎背熊腰的感覺，我覺得這種正肩大衣其實穿起來是會讓你整個人更挺拔的。那也會比起這種廓形的整個往下墜的大衣會更適合小個子，因為視覺上呢，它會把整個的重點往上放一點點，整個人往上拎起來的感覺，會顯得你整個人更高。所以這件大衣呢，就屬於是小個子可以放心入手，而且它的口袋呢做的也非常的隱形，沒有說什麼很明顯的東西去拉低你的一個腰線。袖長啊，包括
下擺的一個長度啊，都是屬於非常好穿的一個選項。那像這樣直接裡邊去配一套深色，又或者是去配一整套的這種淺色的內搭，它都是很容易穿出彩的。那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這一件粉色的皮草，可能年紀上來了之後就會特別喜歡這種粉色的單品，特別是在冬天大家都穿得黑压压的時候，而且馬上又要過年了嘛，比起这种大紅色，我覺得這個粉色其實是更好穿的一個選項。這個粉呢是一個柔霧粉，我覺得是會更適合咱們這種黃皮的人穿的，反而呢是會讓你整個皮膚看起來很亮，氣色很好的一個感覺。而且呢，它的整個的外面這一層绒絨的這個面料呢，是綿羊毛混紡的一個材質，所以它既有這種環保皮草一個比較好穿好打理的一個輕盈的一個優點之外呢，它同時又兼顧了綿羊毛這種很細膩的一個感覺。整個做的是這種中長款的款式，口袋呢是縫的比較隱形的一個大寬的一個插兜在正下方，它是圓領的，並且呢還給你配到了一個銅材質的小圍巾，在中間給你開了一個洞，你只要把這個穿進去之後呢，它就能夠打出一個很可愛的結。整個呢是这种偏落肩的設計，側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點點小廓形，它也很適合拿去搭配灰色的單品。最後呢，快速跟大家分享一個應該不太好買的一件外套了，我自己個人很愛的一個小眾牌子 C New York 他們家的一個單品啊，有在折扣嘛，這一件是一個比較好的價格。而且呢，我個人覺得還蠻是我的一個風格，又有我的碼數，所以我就買回來了。整體呢是這種深藍色的底，再去縫上了白色的線，裡邊的內裡呢是有加了一點點的這種薄棉。我比較喜歡的就是它在整個大身上面用到的這些個白色的刺繡邊邊，是在接下來的春天會非常好穿的一個類型。如果我還能找到就是其他平台有在賣這一件的話，我會把鏈接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那好，以上就是今天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啦。再一次感謝你撥空觀看我的視頻，我是 Aileen，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